Hello，大家好，我是杨根爸爸。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来自韩国的包裹，这是韩国的一个粉丝给我寄的啊，他中文说的很好，全都是用中文跟我交流的。好了，我们先把这个箱子打开来看一下，里面有多少宝贝吧。先看这个小的，哦，这是一堆手柄，右侧不能用体感不能用，哎，第一次修这个体感的话，应该是这颗芯片了。到时候换过来试试。左侧连接电池就不能用，无电池状态下没问题。可能跟电池相关的电路哪里有短路吧。然后呢，右侧一直显示满充电状态，充电使用没问题，充电和使用没问题，但是一直显示满充状态，那可能是电池检测方面的问题了。这个呢，左侧十字键无法输入，右。哇，它这边问题真的好多哎！右侧自动输入 A 键，哇，这个东西很有挑战性啊。右侧无反应，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没有反应哦。哇，这里还写了个韩文啊，看不懂。这是左侧无反应，就完全没有反应。OK， 那手柄的电路板我们先放一边，我们主要是来看机身啊，机身比较有意思。哇，这个韩国朋友包的真的是很好哎。哦，这个是1号电阻掉落 speaker 的电阻掉落啊，我看到了，那就是这个喇叭的接口和这边的2个电感，还有一点小元件啊。哦，我记得他给我发邮件时候说这个东西这个机器从楼上摔下去还是怎么样的哦，东西他给我放这里了，就一个座子嘛。OK， 那这个因为是台重摔机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哦。这台机器生还的可能性很低啊，整个主板变形相当严重。你看这个东西就 S 型的了，这个先看看能不能不可能开得亮了。电源这边就这个样子的，我觉得它唯一的机会就是扳板。那这个放一边，然后呢，这一台是触摸屏不能用，新款，哎，那就是续航版哦。对啊 ，XKK。续航版我还没修过哎，好新的机器。然后第二台呢，出现过21430201，手柄不能无线使用，哎，手柄不能无线使用，出现过 Orange Screen 啊，这个好修，一看就是 WiFi 模块的典型的症状了。那我们从这台开始看吧，这是3号机。好了，我们开始卸螺丝了，从这里开始吧。OK， 我们看一下庐山真面目。哇，里面的胶我感觉还挺湿的，粘的挺牢。好新的机器哦。我们加电以后呢，完全没有漏电，然后开机在抖动，屏幕亮了，触摸屏 OK。哎呀，这都是韩文我看不懂。我这边有一个手柄 ，OK， 手柄识别出来了，然后拔掉。他说手柄无线不能用，果然不行。好了，现在已经确认这台机器能开机。哎，我这个电池不行，确认它已经能开机了，所以呢，给它焊 WiFi 模块吧。那我们继续拆机。好了，主板取出来了，来看一下。
那问题呢，罪魁祸首就是这个 WiFi 模块。诶，它这个东西给它取下来过来，这个我给它打个记号。为什么那么做呢？是因为这个 eMMC 跟主机是绑定的，所以不能搞混了。OK， 这样就安全了。看一下，就是这个状态啊 ，CVW4356X， 就是这个芯片了，我们把它换掉。OK， 我现在两个电容给我弄掉了，等一下。OK， 好，焊盘上没有什么虚焊，那么我们这颗芯片上面呢，好像也没有。那么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这颗芯片损坏喽，所以呢，我们去准备一块芯片。OK， 接下来我们在显微镜下面操作，我们先要处理一下它的焊盘。就一个点就可以。然后呢，我们拿出刚才我准备好的一块芯片，拆机的芯片。下面好脏啊，把那些脏东西也擦干净。OK， 每个焊点上漆进去。很干净。OK， 这样就行了。好久没焊这个 WiFi 了，有点生疏了。OK， 然后归位。OK， 要带上去。再加点焊油。这样会好一点。OK， 然后调整一下位置。
好，它归位了啊，然后我们再，现在才真正的归位，再抖一下 ，OK， 按键完毕啊。OK， 我们把这个东西装回它的机身里去。OK， 电源海线，触摸，天线。OK， 该接的都接上了，我们把它转过身。不对，我们要电池。好，插好了电池，我们把它转过身，开机，开机了啊。OK， logo 过了，说明我这个模块它识别了。然后关键是看手柄。能不能 OK？ 我们插一个左手柄 ，OK， 立刻识别，然后拔掉了以后看看它连上了啊。那么这个问题修复。顺带便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 Internet 在哪里啊？这个韩文真是看不懂啊。这个好像是 Internet， 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我们家的热点，能找到的话就 OK 了。OK 了啊，那。这个机器就没有问题了，那关机，然后再拧螺丝，轻松秒杀。好了，一台搞定了。我们再看一下触摸屏不能用，新款的触摸屏不能用这个问题没修过哎。然后这边怎么凹了？可以先把这东西放一边。OK， 家电不漏电，开机，中，咚咚咚咚，已经亮了吧？看一下，亮了，续航版的机器啊。果然啊，触摸不能动哎。然后这个是 Touch Panel， 它就是完全没有反应哎，一点反应都没有哎。OK， 关机，先把主板拿出来再说。好了，它出来了。然后呢，这是我的测试用的机身。OK， 关键我们是要测这个触摸，所以我们把触摸跟背光、液晶跟电源连上就 OK 了，然后开机。有没有触摸呢？没有，那说明故障是出在主板上面。那所以呢，我们要测一下主板的各个部分的组织了。OK， 刚才呢，我挨个测试下这个卡槽小板的这个接口的组织。我本来满怀希望的以为这里面肯定是有哪个音脚不正常，结果一圈测起来全都正常。然后呢，我看它这个屏蔽罩被打开过，然后又发现了，我发现这边有焊接那个焊接的痕迹啊。然后我想起来了，之前那个韩国的网友给我发email是说了，就是焊接过这边几个电容了以后呢，导致这个触摸不能用的。所以呢，可能是因为焊接的时候损坏。然后呢，我测了一下这边的组织，我发现问题了。这几个电容啊，短路了。所以呢，很有可能就是说，包括这一路供电也短了，这路是 OK 的，这路短了。那现在看下来就是说，如果是比较好的情况呢，可能是烙铁温度太高，导致下面有点连隙了。那希望是这个问题啊。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很高的可能性就是说，在焊接的时候呢，这个 CPU 本身内部有气质击穿了，导致呢就是说负责触摸的这部分电路不能正常工作，所以也没有触摸。所以呢，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把这个 CPU 先拿下来，看看这个短路还在不在。如果拿下来这短路消失了，那我们还有希望，还有机会的。如果拿下来还是短路的话，那这个 CPU 就是有故障了。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拆 CPU 吧。CPU 已经拆下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关键的这个短路还存不存在。首先反面啊，它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哎呀，胜败在此一举啊！哎，等一下，不行。这几颗，这3颗还是坏掉的。OK， 那这台机器 CPU 损坏了啊，基本上已经确定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了。所以呢，现在就是要把这块 CPU 装回去。なんでいつも出てくるの？
哦，焊盘处理得很完美，接下来可以准备焊接了。那么 CPU 来了啊 ，CPU。OK， 这个位置完美。OK，CPU 呢终于焊好了，白忙一场。那接下来呢，把它装回去看看还能不能开机。如果万一都不能开机啊，那就难交代了。OK 啊，最基本的电源显示，看一下电流，开机。哦。eMMC 没有插啊，没有插 eMMC， 吓我一跳。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转过身，开机，蓝屏了。这个问题有点严重，蓝屏了，我要补焊一下。OK， 刚才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呢，然后又把它 CPU 给补焊了一下，就重新加热，再推了一下。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结果，还是这个样子。唉，翻车了，翻车了。那现在已经半夜了啊，我现在在考虑一下怎么跟客户去交代了。我估计啊，半夜1点47分了。那今天就这个样子吧。Hello， 大家好。昨天这个事情啊，把它这个修成蓝屏，我想了一晚上呢。我感觉啊，是我在焊接 CPU 的时候呢，有一步操作不太好，就是我有一个点呢，因为是2个球联系了，然后我用烙铁去吸它，结果呢把那个点吸得太小了。那照正常呢，应该把那个点就吸干净，重新再织个球上去。结果呢，我一时疏忽啊。就没有去操作，也不是说一时疏忽了，反正就觉得哎呀太麻烦了，问题也不大吧，就这样忽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内部操作导致这样蓝屏的，所以我打算啊，接下来就把这个 CPU 重新做一下，那至少要把它修成原先能开机的状态吧。OK， 那我重新再做一次焊接 CPU 的操作。OK， 刚才呢我把 CPU 又拿下来了，然后呢我看到问题所在了。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点是在哪里呢？有一个点有虚焊哦，这个点就在这里，我相信眼睛尖的朋友已经看到了。将就是这个点了，这个点没有上到锡啊，就是因为它应该是个内存通信的点，所以呢导致蓝屏。接下来我就重新给它直球，然后再焊上去。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OK， 刚才花了点时间把这块 CPU 重新焊了一下啊，我还没清扫，看吧，上面焊油在上面。还是这台机器 HAD 续航板已经安装完毕，我们接上电，看看这次能不能开机了。如果这次不能开机呢，我真的要跑路了。那我们开机 ，yes， 亮了。进系统，问题应该不大了，不蓝屏了，果然是那个问题啊。但是触摸还是没有。那我们就是恢复到原先的状态了。手柄也是可以识别的啊。OK。那我们关掉，我再看一下它这个触摸。刚才呢，把这2颗它动过的电容这边，我又给它补焊了一下。那我们开机看一下，开机了以后呢，还是老样子，
没有触摸。所以呢，接口每个角的组织我都测过了，都是 OK 的了，所以就现在一点方向都没有。然后呢，因为它是续航版的主板，我手上现在没有续航版的主板好的板子来跟它测试，否则的话我可以对比测试组织啊，或者是扳板测试。所以呢，我打算这台机器暂时放一放，然后呢，想办法收一台续航版的机器，或者从国内买一块续航版的料板之类的吧。还有个我要跟大家纠正一下信息啊，之前啊，我以为啊，它这一路供电这边的组织啊，大概是40左右，我以为是这块 CPU 有故障啊。我后来联系了朋友了解一下情况以后呢，发现啊，续航版的机器啊，这一路组织40左右呢是正常的，所以呢，应该来说它这块 CPU 现在各部分的组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我纠正一下。好了 ，OK，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